今天要说的这部电影，我认为算是10年来最后一部能撑得起台面的武侠片，也是被严重低估的一部电影。它的名字就叫做武侠。西南边境一个偏远的小村落里来了2个不速之客，他们来到村上的小酒馆吃饭，顺便跟店小二打听了村里商铺的位置。不过他们打听商铺并不是为了买东西，我们过来拿银子。来商铺不买东西，来拿银子，是个正常人都知道这是遇到歹人了。正所谓先下手为强，商铺老板从柜台下拿出防身的棍子，突然偷袭，结果却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接在手里。能看得出来，对方是有功夫在身的。店伙计拿着菜刀帮忙，结果却被一脚踹飞了出去。看来今天的小商铺是难逃厄运了。可就在歹徒要痛下杀手时，村里的壮劳里刘金喜突然冲了出来。金喜死死地抱住歹徒，无论他怎么殴打自己，金喜就是不松手。可奇怪的是，金喜明明是在被动的挨打，可当另一名歹徒挥刀砍来时，无论如何就是砍不到金喜，不仅砍不到，还把队友给误伤了。拿刀之人挥刀再战，结果这一刀竟然把同伴的半边耳朵给削了下来。见队友被自己砍伤，拿刀之人也慌了神，稳定心神后挥刀再战，而这一次队友果断选择了大招自爆。金喜被甩飞到角落里，拿刀之人见机不可失，恼羞成怒的他一跃而起，这刀他必一雪前耻，结果一头撞在了木桩子上，一命呜呼。见同伴已死，另一名歹徒再次和金喜缠斗在一起，两人从屋内打到屋外的小溪。可与其说是两人缠斗，倒不如说是金喜单方面的挨打。金喜胡乱挥舞着王八拳，毫无章法的靠本能反击，可就是这毫无章法的王八拳，竟突然打在了歹徒的太阳穴上。歹徒高高举起的拳头瞬间停止，身体摇晃了几下后，竟直挺挺地倒在了溪水里。村里发生了命案，县里的捕快金阿武负责查案。金阿武发现被杀的歹徒竟然是全国通缉的10大要犯之一严东升。可这样一来，问题就出现了。严东升武功高强，凶残至极，曾经在数十名捕快的围堵下都能全身而退，他怎么可能会被一个乡野村夫的王八拳打死呢？何况这次严东升是2个人。金阿武来到了案发现场的商铺，根据商铺留下的打斗痕迹，当时的情景在金阿武的眼里就变成了这样。形成血栓，因血脉直通心肌，血栓堵塞右脉，血液不通，心肌停顿。根据金阿武的验尸结果，严东升的死因是被人打断太阳穴下的迷走神经导致的死亡。可是凭借一拳之力打断人的迷走神经，这样的功夫放眼整个江湖也不过3、5人，而且个个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个个都有命案在身。于是金阿武断定刘金喜绝对不只是一个乡野村夫那么简单。果不其然，经过走访得知，刘金喜并非本村人士，他是10年前来到本村的，后来和本村的寡妇阿玉结婚后便留了下来。而据金喜自己所说，他爹是个屠夫，20年前另外一家屠夫欠了他们家钱，他爹给了他一把刀，告诉他人和畜生没有区别，于是他就把对方当成猪一样杀了。可当他看到那人的孩子瞪着他的那双眼睛时，他才知道人和畜生是有区别的。为此金喜坐了10年的牢，可是杀人怎么可能只坐10年牢呢？10年前有次大蛇吗？金喜说的似乎合情合理，可阿武看到炎热的夏天，金喜老婆身上都趴了不少苍蝇，但却没有一只苍蝇能进金喜的身，这说明他的内功极其深厚，一个屠夫的儿子绝对不会这样。阿武断定他拿刀砍金喜的肩膀一定砍不进去。这下阿武懵逼了，种种迹象都表明金喜是个绝顶高手，可他却轻而易举就砍伤了他。为了弄清金喜的身份，阿武派线人到金喜的老家查探，同时为了试探金喜的武功，阿武假借帮金喜干活，故意把他甩落桥下，结果金喜却碰巧被桥下横生的树枝给接住了。表面看这不过是个巧合，可从小就是物理课代表的阿武却不这么认为。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重量加下坠的速度，树枝不可能承受得到。除了重量，还有质量、密度。它的重量加速度
一定要比他身体排出同样体积的空气轻，才可以不掉下去。但空气分明只有他体重的1/8，除非它的质量随时变化，那就是轻功。不久之后，阿武的线人回来了。线人查到金喜老家20年前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命案，倒是10年前有一家屠夫被灭门，凶手就是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72地煞。杀完人后，他们还把尸体剁成肉馅分给本地的村民吃，可谓是凶残至极。而且从那以后，72地煞的二当家唐龙就消失了，而金喜来到这个小村子也恰好10年。就是唐龙。确定了刘金喜就是唐龙，金阿武便返回县城，请县长下令抓捕唐龙。可在那样的年月，并不是有罪就能抓的。大废话，你有好多银子？20两银子？啥子？我1年的俸禄才4两啊！县长要20两，阿武没有那么多钱，只好去找自己的老婆借。阿武老婆给了钱，但却没有给好脸色。原因是阿武的老丈人当年卖假药，阿武大义灭亲，要亲手抓老丈人入狱，结果老丈人畏罪自杀了。作为一个捕快，维护正义并没有错，可在那样一个恶人当道的世界，正义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。这不，阿武刚从县长手里拿到逮捕令，县长转头就向72地煞报告了唐龙的踪迹。你来告密，是要我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。你好大的胆！民风淳朴的刘家村正在开家族大会，族长宣布把忠厚老实的倒插门女婿刘金喜写入族谱。可就在这时，72地煞的杀手13娘从天而降。13娘是72地煞的二当家唐龙的干娘，而刘金喜就是消失了10年的唐龙。跪下！我是刘金喜。72地煞都是唐龙的至亲之人，但他们所做之事无一不是人神共愤，惨绝人寰。金喜早已不再是唐龙，我是刘金喜。为了逼金喜承认自己是唐龙，13娘抬手杀了刘家村的大族长。就在他还要继续杀人时，金喜终于出手了。金喜不愿再做唐龙，但他不做唐龙，72地煞又岂会善罢甘休？无奈之下，只能动手。72地煞个个都是绝顶高手，起初几个回合，金喜竟然连连败退。可曾经的72地煞二当家又岂能是浪得虚名？几个回合后，金喜便看清了13娘的招数，只打得13娘毫无招架之力。情急之下，13娘把刀插入牛腹，想借助牛力攻击金喜。金喜手握牛角，一个借力跃上房梁。可怜13娘久居武林，哪里懂得水牛的厉害？混乱之中，被群牛顶出牛棚，跌落桥下。你是唐龙，你还是唐龙。金阿武回来了，他回来是来抓唐龙的。可当听说72地煞来过，县里的官兵转头便出了村子。72地煞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。官兵们虽然离开了，但自知罪孽深重的金喜甘愿被金阿武抓走。可他们知道，在他们离开的路上必定会遭到72地煞的拦截。这时，学霸金阿武再次上线，他可以通过针灸的办法让金喜进入假死状态，骗过72地煞的人。不过这种办法只能维持15分钟。15分钟后，如果金喜没被唤醒，他就真的死了。第二天，金阿武带着假死的金喜离开，果然遇到了72地煞的人。72地煞都是唐龙的至亲之人，他们见唐龙已死，竟然唱起了往生歌超度唐龙。金阿武见时间已过15分钟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当即给金喜做起了心脏复苏。片刻之后，金喜活了过来，看着72地煞的众人，金喜无奈的苦笑一声，瞬间封住自己左臂的3处大穴，随即提刀砍下自己的左臂。我把唐龙杀人之手还给72地煞。动了手以后就不再是地煞的人了。我弟唐龙去世了。我弟唐龙去世了。你自己给教主一个交代吧，他在你家里等你呢。
金喜回到家中，72地煞教主唐龙的亲生父亲已经等候多时了。见金喜手臂一断，教主怒不可遏，既非我族类，那又留你何用？你走可以，但要一个换一个。教主提起金喜的儿子，摔向地板。金喜提刀挡住教主下沉的手臂，救下了儿子。随即两人便站在一处。教主自幼练就一身金刚不坏之身，金喜手中的大刀竟然不能伤其分毫。就在这时，金阿武紧随金喜归来，见屋内局势紧张，便悄悄地钻入了金喜家的地下室。屋内金喜的大刀砍在教主的脖颈处，竟如砍在铁板上一般。再加上金喜本就身受重伤，被教主一拳打飞出去。也就在此刻，地下的金阿武瞅准时机，一针扎在教主脚底的涌泉穴。教主吃痛，一把将金阿武从地板抓出。金阿武趁机又是3针，教主把金阿武打飞出去，然后又用内力将脖颈处的银针逼飞。可回头再看教主，他的金刚不坏之身已然被破。金喜的大刀划过，教主的前胸竟然被划出一道血痕。可纵然金刚不坏之身被破，教主的武功依旧是深不可测。即使是巅峰时期的唐龙，在教主面前也不过如小儿嬉闹一般。何况现在的金喜身负重伤，怒不可遏的教主又专攻其断臂伤口，连续数记重拳，金喜被一脚踢飞到屋外。此刻屋外大雨倾盆，电闪雷鸣。教主走到院外，要对金喜痛下杀手。就在这时，金阿武一跃而起，又是一记银针扎入教主的脖颈。金阿武再次被教主击飞出去。就在这一刻，一道炸雷从天而降，一代魔王惨遭雷劈。果然应了那句话：作恶多端，必遭天谴。谁又能想到，武功盖世、令人谈虎色变的72地煞教主，竟然会以这种方式死去？这又应了另外一句话：知识就是力量。教主脚底的银针和脖颈处的银针连通大地，形成了人形避雷针。金阿武不愧是物理课代表，只可惜阿武身体素质欠佳，被教主2次重伤后，终究是伤重而亡。阿武用生命的代价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：现代教育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。